欢迎回来。针对欧美多国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实施制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周三发出严正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中方已公布相应反制措施，并召见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英国驻华大使，表明严正立场。中国驻德国、丹麦、比利时、荷兰大使也相继向所在国外事部门提出严正交涉。而对于欧方一些国家召见中国大使的无理做法，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三表示，欧盟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方有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是欧盟无理挑衅在先，中方正当正义反应在后。华春莹表示，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是非常清楚的。欧方只许自己任意抹黑攻击，甚至基于虚假信息和谎言任意制裁，却不许中方还嘴还手，这本身就是双重标准，这是霸凌、霸道和虚伪的表现。中方不惹事儿、不挑事儿，也不怕事儿，不会被讹诈。对于欧方一些国家召见中国大使的无理做法，中方完全不接受。中方使节们都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向欧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当地时间周一，法国外交部要求召见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对于这一要求，中国驻法大使馆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称，因为日程安排，卢大使今天不会去访问法国外交部，明天他将前往法外交部，就欧盟对中国个人实体的制裁决定和台湾问题提出交涉。至于法国外交部称中方不应该攻击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一些言论，我也想指出，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议会的民主，并不等于可以毫无根据、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胡说八道、造谣、诋毁、重伤别国。我们希望法方呢，应该对有关的学者进行约束，要求他们停止对中国进行造谣、污蔑和诋毁。此外，驻荷兰大使谭健周一就欧盟借口新疆人权问题对华制裁，向荷方提出严正交涉。周二，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驻德国大使吴肯、驻丹麦大使冯铁也分别向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欧方立即停止和纠正错误做法，避免进一步损害双方互信与合作。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也发表声明，严正批驳印媒涉疆错误言论。而针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长周二发表联合声明，称认同美加英欧的涉疆关切。华春莹表示，美国及其五眼联盟盟友的嘴脸不禁让人想起当年的八国联军，但这几个国家显然搞错时代，身子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对中国脑子还停留在19世纪末的晚清。他们显然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世界。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而且联合国有190多个成员国，五眼联盟等几个盟友代表不了国际社会。看看世界地图就知道，中国的朋友遍天下，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今天的中国啊，已经不是说这个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可能说妥协啊，不可能就是说你制裁我没有任何反应。他们应该知道，外交部也讲了，与法、与理啊、与实、与事实都不符合，肯定会影响到中俄关系今后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气氛。另一方面，针对 H&M 集团在官网的一份声明中，拿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宗教歧视等问题大做文章，并表示不与新疆工厂合作，抵制新疆产品。随后 H&M 碰瓷新疆棉花这一话题登上热搜榜。H&M 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为，激起广大网友的抵制情绪。多名艺人站出来表示终止与其合作。中国的主要电商平台也已下架其产品。公开资料显示， H&M 于1947年在瑞典成立，主要销售服装和化妆品。值得注意的是，央视新闻援引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消息，周二，根据使馆方面的提议，桂从友大使在瑞典外交部会见该部国务秘书里德贝里，就欧盟对华制裁向瑞典政府提出严正交涉。桂大使敦促瑞方和欧方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并立即纠正错误，不要以人权为借口，以人权教师爷自居，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外交部对此早已进行过有力驳斥，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新疆企业发展的怎么样，劳动者过得怎么样，新疆人民最有发言权。奉劝相关人士到新疆去走一走、看一看，就会有公正客观的评价，就不会被谣言蛊惑。分析认为，中国的反击来得又快又重，这也是许多欧洲国家感到十分震惊的原因。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欧盟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更多是象征性的，但中国对欧盟的制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级别上，都远超欧盟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比如，中国对欧盟的制裁名单中就包括了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这样的顶级机构，该委员会是欧盟理事会辖下处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常设机构，由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组成，职责包括监察国际环境、协助定义政策、监察政策执行和协调危机应对。平常每2周开会一次。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欧洲版形容，该委员会是中方制裁的最重要实体。受此影响，欧洲议会决定取消原定周2有关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议会议。该协定必须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按照原先计划，协议力争在2022年法国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予以签署，并交欧洲议会批准通过。对于欧洲议会拿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说事儿，华春莹在周3的记者会上也给予了回应。中欧投资协定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赐，是互利互惠的。它不可能影响到中欧之间的这样一种安排，因为如果出现说影响的话，那就说明欧盟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他们被一小部分反华势力绑架了欧盟跟中国的关系，这个对欧盟的长远发展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事实上，近年来中欧关系发展本来还是比较顺畅的。2020年，中欧领导人多次进行视频对话，共同讨论全球合作抗疫。中欧还在去年年底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以德法为首的欧洲国家也多次表态不站队。分析认为，欧盟这次忽然对中国出手，一方面凸显了欧洲人权教师爷的焦虑不自信心态，另一方面也有在中美之间搞待价而沽的意思。在经贸这个层面上面呢，欧盟可能会仍然希望要继续维持与中国之间的一个密切的联系，因为欧盟的经济的发展，欧盟进一步的未来的一个技术与产业的升级，他们仍然希望能够从中国这边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所以欧盟主要的成员国，它一定是两边摇摆，一定是两边下注，它一定是机会主义的。